广东人吃福建人这个梗大家都听过吧？但那只是个玩笑话。这个连环杀手那是动真格，想吃墨西哥菜就搞个墨西哥人下手，想用阿特金斯减肥法，结果就苦于找不到那么多叫阿特金斯的人。听着龅牙哥的侃侃而谈，其他几位杀手都翻了翻白眼。狱警在前面听到龅牙哥的话有些无语，玩这么变态吗？干嘛不当个普通的杀手，就像大丑脸、毒药姐、恶警者或者奸杀王罗尼那样？龅牙哥表示自己口味独特，钟爱生吃人肉，接着拿自己的道具撬开锁链失去，而司机撞在了每次都在片头曲去世一次的2辆车上。就这样，杀手们全部都逃进了小镇。警长一大早就进了古德曼家，他是来找腌黄瓜先生的，有一宗机密案件需要腌黄瓜的灵敏嗅觉。听到自己可以当警犬，腌黄瓜十分时间紧迫。警车上，警长短暂地介绍了一下案发经过，现在需要抓到4个逃进小镇的杀手，还丢给了腌黄瓜一件犬护服。腌黄瓜一边委委屈屈地帮警长掌方向盘，一边穿上了警服，来到了卡尔的杂货铺。卡尔告诉警长，有人偷走了自己的一条野莓口香糖。警长将这件事记在了小本本上以后，就独自进了厕所。厕所里的恶警者悄悄走了出来，掐住了警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被腌黄瓜给拖走了。龅牙哥盯上了独自参观的老爷子，看着龅牙哥那副样子，老爷子尴尬地笑了2声，同意了龅牙哥的邀请。龅牙哥在身后阴恻恻地笑，等下这对看过艺术品的眼睛就要进自己的嘴里了，想想都有些兴奋。醒来的警长只记得要帮卡尔找口香糖小偷了，于是他建了个小小的口气监测站，调查了起来。这个小姐姐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倒霉，刚被警长吐槽完口臭，跑过小路就遇到了一个举着斧子面目狰狞的男人，摔倒后险些被砍中。大丑脸追着追着，发现了在垃圾桶翻箱倒柜的琳达，没想到琳达看到大丑脸居然觉得他很帅，对着他搔首弄姿。大丑脸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比自己还变态的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跑步要看脚下。和龅牙哥逛完展览的老爷子感觉不错，同意了龅牙哥的邀请。龅牙哥演绎也是堪称一绝呀，老爷子觉得这家伙多少还会是有点油麦在身上的。警长走到路上，思索要是以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心理为视角，自己此刻应该在哪里。迎面撞上了詹金斯和他刚认识的女伴毒药姐，但警长并没有认出来。刚赶过来的腌黄瓜嗅到了毒药姐的味道，警长一点都不得劲儿，直接在地上开始从口香糖的视角想问题了。毒药姐看到詹金斯马车上的浮夸装潢，问他能不能喝一杯。詹金斯直接开始了炫技，一边吹萨克斯一边调酒。毒药姐开始准备对詹金斯下手了，让他转过头去，等待自己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等他。毒药姐立刻从自己的4次元乳沟里掏出了毒药，下在了詹金斯的酒杯里。腌黄瓜从马车走了毒药姐的尸体，这个男人喜欢吃人，于是将这个老头骗到了小巷子，准备饱餐一顿。谁知老头盛情邀请食人魔去自己家里，引狼入室，差点害死全家。警长还在椅子下面挨个品尝口香糖的滋味，一个混小子直接将一大坨2手野莓口香糖糊到了他的脸上。运气往往就是这么奇妙，混小子非常 lucky 的在踹了腌黄瓜一脚后，摔瓜送回了古德曼家。贝弗利向警长介绍龅牙哥，腌黄瓜一闻这个气味，直接气炸了，被老爷子呵斥了一声。警长觉得腌黄瓜表现得不错，不过还没抓到口香糖贼，有点遗憾，于是问大家有没有吃过别人的2手口香糖。龅牙哥表示自己吃过2个野莓，警长一惊，于是答应了贝弗利的吃饭邀请。餐桌上气氛浓重，警长死盯着龅牙哥，龅牙哥死盯着老爷子，藏桌下的腌黄瓜也死盯着龅牙哥。看到龅牙哥掏出了自己的自制小刀，腌黄瓜嘴里的腌黄瓜都不香了。警长问龅牙哥是不是刚来镇上，龅牙哥舔了舔嘴唇，表示小镇很符合自己的口味。贝弗利和古德曼显然没听出2人话中的火药味，还在享受着美味的牛肉。龅牙哥话里话外都是吃人，老爷子还笑这个谐音梗真有趣。龅牙哥将手探进包里，准备掏出自己的刀将警长刺杀，殊不知包里的刀早就被腌黄瓜调包成了野莓口香糖。警长顺势掏出银镯子送给了龅牙哥，开车来到警局门口，警长义正言辞地说，你们要在老镇上吃人那是必不可能，因为有我溜了出去。转角就遇到了腌黄瓜先生，龅牙哥死也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被当作狗献祭了。大家都知道小汤米的腿有疾病，所以必须要依靠腿部支架才能正常行走，而这天晚上汤米的支架居然被人偷走
整了。一大早，古德曼一家就都被汤米绊倒在台阶前，这下全家人都知道汤米的支架被偷了。看着麦片盒上的超级英雄，汤米多希望他能真的存在。老爷子告诉汤米，曾经真的有个超英侠，他就住在悬崖边的别墅上。古德曼告诉家人，警长说最近有个偷金属的小偷在逍遥法外，有可能就是他偷走了汤米的腿部支架。闻言，汤米决定和腌黄瓜赶紧出发寻找超英侠的帮助。走到山上的汤米看到了出来丢垃圾的超英侠，激动的大叫了一声，对大爷吓够呛。大爷告诉汤米，自己只是超英侠的跟班，超英侠也早就不是超英侠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自己和超英侠打击犯罪，所向披靡。但在某一天，罪行人放火烧了育儿所，超英侠救下了所有的婴儿，但某一个熊孩子扯下了他的面具，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，英雄不过是个普通人。自从暴露身份以后，菲尔的日子就不好过了，很多人鸡毛蒜皮的事儿也要找他。随后，抑郁的菲尔除了酗酒以外，最喜欢从黑市购买，但是价格昂贵，于是菲尔就把钱花光了，只有开始盗窃金属加以变卖，而且时常想溜进以前的基地偷装备卖钱。为此，跟班仔安装了一个安保系统，只有自己能进。现在他邀请汤米和腌黄瓜进去，除了老掉牙的工具外，跟班仔还在秘密研发钢铁机械战甲。汤米想知道怎样才能让超英侠重出江湖，跟班仔只知道他毒瘾太大了，还不愿意去戒毒所。闻言，汤米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超级英雄都是怎么堕落的？这个超级英雄叫做超英侠，被一根金属给骗到了戒毒所里。汤米告诉超英侠，虽然他偷走了自己的腿部支架，但他依旧是汤米心中救赎了自己的大英雄，以后就可以和跟班仔一起用钢铁机械战甲争取。超英侠用跟班仔的断手打开了安保，驾驶的机甲就走了出来，捏碎了跟班仔的断臂，跑到了小镇上。跟班仔通过胫骨识别打开了门，汤米觉得跟班仔表演的时间到了，必须马上阻止超英侠破坏小镇。没曾想，一片混乱中，罪行人开着车冲了出来，这下跟班仔全身都骨折了。不过年纪大了，罪行人时不时脚窜稀，还将换下来的纸尿裤丢到了汤米的脸上。腌黄瓜直接追了上去，跟班仔很难过，因为他彻底废了。汤米安慰他不要难过，因为他可以用完好的那只手获得机甲拯救大家。那布鲁斯同款跑车准备把这些金属全部卖掉换钱。拿到爆菊糖，他又来到了老地方。他忽然抬头看，脑袋上这个桥也是金属的，居民们都惊了，那个家伙居然准备把火车桥偷走。看到警长出马，大家都欢呼起来。下一秒，警长就被丢了回来，彻底歇菜。汤米突然出现，接下来就是汤米的时间了。几招下去，超英侠就倒地不起。超英侠想着偷金属变卖换钱，做个地球那么大的爆菊糖塞进自己的 S。对于爆菊的执着，让他一拳打飞了汤米，偷走了火车桥。而不远处，满员火车正在驶向断崖。曾经的超级英雄搞得小镇生灵涂炭，只为自己的私欲，而残疾男孩汤米却年纪小小的就想要拯救大家，实在有够讽刺。腌黄瓜不负众望的将超英侠丢进了液压机里，本来还想喜滋滋看着他被挤成肉饼，结果瞟到了汤米的腿部支架，无奈只有赶紧按了暂停。而这正好给了超英侠一个逃跑的漏子。为了阻止他，腌黄瓜只有坐上罪行人的跑车开始无证驾驶。而另一边的汤米因为用力过度，机甲即将散架，跟班仔爬过来嗤笑他不可能做到了。火车飞了出去，但是又落到了另一辆逆向行驶的火车上，机甲已经彻底散架。危急关头，腌黄瓜及时出现，脚踩支架一飞冲天，帅气的神龙摆尾用车子拦住了下面的火车。眼看上面的火车落了下来，腌黄瓜直接跳出来，用肉身救下了这辆火车。该说不说，热血的我想落泪。汤米爬了上来，看着停下来的火车，开心的以为是自己做到了。居民们都赶了过来，汤米指着腌黄瓜身前的支架，高兴不已。警长问汤米到底是谁偷了火车桥，汤米和盘托出。警长又想知道到底是谁救了大家。爬上来的跟班刚想说着汤米，就被捂住了嘴巴，毕竟超级英雄是不能暴露真实身份的。夜半时分，腌黄瓜和史蒂夫都坐上了自己的新坐骑，过气超级英雄人皮跑车，放肆的在公路狂奔。